米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，关注艾米带你一起玩迷你。本就心生怨气的可凡在马仔的怂恿下，假装自己要跳楼，把流星从高楼推了下去。但是流星并没有死，原来早就在马仔跟流星说话的时候，投胎变成狗的二狗子恰好遇到他们商量怎么把流星害死。要知道狗的耳朵非常灵敏，可凡和马仔的对话恰好被他听到了。二狗子非常着急，但由于自己已经是一条狗，没有办法跟人对话，所以只能暗中保护流星。他听到可凡要把流星约在学校天台见面，一直嚎叫着提醒流星有危险，可是流星并没有听懂他的意思。于是二狗子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连夜在学校天台下面铺上厚厚的草垛，然后用草垫盖住。流星从楼上掉下来，并没有摔死，而是摔成了重伤，当场晕了过去。可凡看到流星掉下去了，瞬间后悔不已，一下子懵住了。我杀人了，我怎么会杀人呢？他害怕承担责任，于是偷偷地逃走了。流星掉下来后，二狗子在他旁边不断地嚎叫，想引起周围路人的注意，可是周围竟然没有一个人走过。眼看流星的呼吸越来越微弱，二狗子着急得不得了。恰好这个时候保安大叔过来巡逻，发现了躺在草垛上的流星，浑身摔得青一块紫一块的，于是立马把他送去了医院。流星到底怎么样了？关注艾米，下集更精彩。哈利是一条狗，从小在牧场长大，他的母亲是一条血统纯正、训练有素的牧羊犬。母亲经常告诉他，狗之所以能在人世间立足，是因为对主人忠诚，能够成为主人的好帮手，能保护主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等等。母亲的教诲哈利牢记在心。有一天，主人家里来了客人，其中有个5岁的小姑娘妮娜，一眼就相中了哈利。主人毫不吝啬，当场便答应了。进城后，主人一家对哈利很好，尤其是妮娜，简直把哈利当成了心肝宝贝。哈利很快就适应了城市的生活，无忧无虑地过着日子。天有不测风云，不久，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将哈利打入了深渊。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正午，妮娜的爸爸出差在外，妈妈在卧室午休，只有妮娜和哈利在客厅里玩。突然，一个高大强壮的男子闯了进来，他面目凶狠，身上有一股浓重的油烟味。按理说，哈利应该大声叫喊，以此报警，但是他从空气中嗅出了浓浓的杀机，意识到灭顶之灾正步步逼近。他站立了，畏缩了，呜咽了一声后，哈利一头钻进了橱柜底下。那个男人进入家里，拿着家里的钱之后，就把妮娜妈妈给杀了。随即他又残忍地掐死了小妮娜，然后他哼着小曲，慢条斯理地离去了。哈利被吓昏了过去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醒过来，屋子里挤满了警察，他知道安全了，这才爬了出来。一个警察抱起他往外走，跟另外一个警察说：哟，这是条纯种牧羊犬呢，智商相当于7、8岁的小孩，而且忠心护主，非常英勇，他应该同歹徒搏斗过吧？我看不像，他应该是藏起来了。怎么会？哎，没听中国人说过一句话，说是龙生九子，子子不同，再名贵的狗也没准出个把窝囊废啊。哈利听了满脸通红，臊得恨不得有条地缝钻下去。后来又来了不少记者，对着他咔嚓咔嚓的拍照。警察先前说的那些刺耳的话一直记在哈利的心里，他总觉得那些人在背后说着他的坏话，于是他偷偷地逃走了。哈利在城里流浪了几天后，决定回牧场找母亲。到了牧场，老远就看见一群羊在草地上吃草，他们一看见哈利，立刻咩咩地哄堂大笑，七嘴八舌地挖苦起来。哟，这不是大英雄哈利吗？你的英雄事迹已经四海传扬了。听说当时主人受到坏人攻击时，他躲进了橱柜底下，真给他妈妈丢脸啊！哈利头也不敢抬，匆匆地往牧场里跑。到了牧场，情况更糟，不仅羊们笑话他，连那些猪、鸡、鸭、驴也公然嘲笑他。哈利低头快跑着，终于溜进了自己的家。可是他愣了，
他看见瘦了一圈的母亲无力地卧在草堆上，萎靡不振的母亲一见儿子，眼睛里立刻喷出熊熊烈火。他愤怒地咆哮着：“你是谁？上我家来干什么？我没有你这个儿子！自从知道你的光辉事迹后，我就决定绝食到死，丢不起那人，除非你能杀掉那个混蛋，替你的主人报仇雪恨。你走吧。”哈利骨子里潜藏的优越基因终于被激活了，他挺直了腰杆，含着热泪向母亲起誓：“妈妈，不杀了那个混蛋，我誓不为狗。”哈利会怎样给死去的主人报仇呢？关注艾米，下集更精彩哟。在上集我们说到，米菲生病了，米菲妈妈去找爸爸借钱，却被米菲的后妈赶出来。心灰意冷的米菲妈妈该怎么去救自己的女儿？她回到家，看着躺在床上的米菲，顿时好痛恨自己没有能力救米菲的性命。米菲睡着了，却一直在动，额头一直冒汗。妈妈用手一摸，哎呀，不好，米菲发高烧了。米菲妈妈连忙打120，把米菲送往医院。医生告诉米菲妈妈，米菲病情恶化了，移植手术要提前做，最迟不能超过3天，否则她很快就会失明。怎么办？米菲妈妈没有钱，就算有钱，短时间内哪里会有人愿意捐献眼睛？米菲妈妈内心祈祷，如果可以，她愿意替米菲受过。她赶紧去病房看米菲有没有醒过来。一过去，发现米菲已经醒了过来，而且还在跟一个陌生的女人聊天，聊得很开心。这个女人就是那个想要领养米菲的好心阿姨。好心阿姨今天来医院拿体检报告，恰好遇见了要出去接水的米菲。了解到米菲现在的情况，善良的好心阿姨主动提出要帮助米菲，让他们不用担心钱的事。好心阿姨可是县城出了名的小富婆，钱的问题解决了，可是谁愿意捐献眼睛呢？随着米菲病情不断恶化，她已经越来越看不见东西了，她走路都要扶着墙，时不时还会晕倒。医生已经下了最后的通牒，如果明天再没有捐献者，米菲就没有希望了。妈妈就要准备米菲的后事了，米菲妈妈却一反常态，对着医生和米菲说：“反正都治不好了，他的爸爸都不管，我身无分文，到哪都要带着这个拖油瓶，我也不管了，让他死在这里好了，我倒轻松了。”说完就跑了。无比幸运的是，当天晚上，医生收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消息，有一个发生车祸的人在临近死亡的时候拨打了急救电话，在他的身上发现了一张自愿捐赠遗体的信，尤其是自己的眼睛。太好了，米菲终于可以得救了。医生立马准备手术，好在手术非常成功，米菲也终于被那个及时的好心人从死亡线上拉回。米菲很快就被治愈，当他走出医院大门的那一刻，他感觉自己重获新生。当他正准备走的时候，医院的一个医生叫住了他：“米菲，有件事情我要告诉你，你妈妈临走前就给我一封信，说一定要等到你出院才能给你。”米菲其实有点恨妈妈，因为她在米菲最需要的时候抛弃她。她不耐烦地打开那封信：“小米菲，我亲爱的女儿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妈妈已经不在人世了。很抱歉做出这个决定，妈妈没有尽到应尽的责任。孩子，别哭，只要你好好活着，妈妈的牺牲就没有白费。孩子，希望有一天你想起我，你会记得妈妈很爱你，我就是你的眼睛。勇敢、坚强、乐观地活下去，这是我对你最大的期许。”米菲顿时泪奔了，一直摸着自己的眼睛说：“我不要这双眼睛，我要妈妈。”好了，这集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关注艾米，下集更精彩哦。Hello， 各位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艾米，欢迎来到艾米举办的第2届建筑师大赛。本次大赛有4位小伙伴的热情参与，比赛时间为30分钟，通过票选选出最优秀的建筑师，进入最后的总决赛。晋级者将得到艾米姐姐送出的100个米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下1号选手的作品。从外观来看，是一个农家房子。顺着红毯走进去，哇，这里还在放烟花欢迎姐姐呢。一进来就是一个吃饭的地方。咦，怎么左右两边都有吃饭的地方？看来小伙伴也是一个小
吃货呀。吃完饭我们就睡觉，生活真是美滋滋。整体来说，对于我而言，这位小伙伴房子的功能有一点点简单了。小伙伴们也只为1号选手打出了63分。我们再来看一下2号作品。2号作品主要是以红杉木为主，外面的是一个游泳池。小伙伴在这里摆了一个蛋糕，艾米姐就有一点疑问了，为什么要在这里摆一个蛋糕呢？接下来跟着我的脚步，我们来参观一下房子的内部。一进来就是一个大书桌，可见这位小伙伴真的是十分热爱学习的。书桌旁边就是床，旁边还摆着一系列工具箱。哇，这里居然还有这么大一个电视机，边吃东西边看电视，人生也太美好了。这个房间的楼层有一点点高啊，房子里面怎么会有一只大寄居呢？艾米姐姐建议可以放一点灯或者火把，这样就会少一些小动物啦。外面看起来还是很浪漫的，但是整体的房子偏高，跟第一个房子的风格会有一点点像，但是它完成的不错，最后小伙伴们也给出了71分的分数。接下来就是粉红的小别墅，这是3号小伙伴的作品，它采用的是红白相间的妆，在半个小时内设计了非常多的东西，周围的中式元素也很多，整体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少女心呢。我们走进去看一下，它采用的是灯具作为地板，所以整个房子十分的明亮，旁边也摆上了许多的书架，看来他家里也有许多小朋友一起读书，我们也可以坐在旁边看电视，也是十分的美好。但是我本以为这里会有很多的东西，但是这里确实十分的空旷，也不知道他们是用来溜冰呢，还是用来玩游戏呢。这个房子的2楼好像是从外面走上去的，跟着我的脚步来看一下。一进去就是一只野人拿着大棒槌等着我的到来，还在这个房间肆无忌惮跳舞，难道这个房子也非常的受到野人的欢迎吗？这里有个电视机，睡觉的地方也放着2个台灯。从摆放的床来看，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3口之家，旁边居然有这么多的蛋糕和萤火虫，外面是露天的阳台，我们也可以坐在这里吃烛光晚餐。整体来看，这个房子也非常的使人愉悦呢，所以这个小伙伴更是得到了89的高分。接下来我们看最后一个作品，就是我们的4号小伙伴的作品红砖房。一进去，哇，我首先就被这些蛋糕给吸引了，这么多蛋糕，这个小伙伴家里估计有好几10口人吧。看着这么多蛋糕，艾米姐姐好想吃啊！但是我再走进去，我竟然有点吓到了，这里插了太多的火把，而且一点都不整齐，可能是这位小伙伴没有解锁灯具的原因吧。旁边也放了很多的书，我怎么感觉这个房子有一点点像食堂呢？旁边是一个粉红的睡觉的地方，熔炉、箱子这些也都具备了。整体设计的话，除了这些火把有点破坏整体效果，还是不错的。尤其是外面特意种了不同的花，它的整体风格就是一个超大的田园式风格，所以小伙伴们打出了82的高分。也许是3号房子更符合小伙伴们的审美观。最后呢，是我们的3号小伙伴获得了本场的冠军。在众多选手的大比拼中，也只有半个小时的比赛时间下，艾米姐姐觉得每一个小伙伴都是特别优秀的。获胜的小伙伴也将会得到艾米姐姐送出的100个迷你币。小伙伴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个建筑呢？快来评论区表达你们的想法吧。